我是瓜皮儿，明日传奇前情提要。传奇小队根据鹰侠鹰女儿子的笔记推算出了萨维奇下一步的动作，于是驾驶飞船来到附近，冒充陌生人却被发现真实身份，萨维奇暂时回避，选择逃跑。再次相遇时，胡夫牺牲却换来了重要的情报，查亚拉重伤昏迷不醒。瑞普一行人得知萨维奇准备亵渎胡夫遗体之后，全员出动，瑞普亲手解决了他。萨维奇不仅没有死透，还得知了瑞普妻儿的名字。为了追寻萨维奇的踪迹，他们来到了80年代。吉迪恩在这个时代调取了一些关于萨维奇的资料，但是并不完整。为了获得更完整的信息，他们来到了……众人乔装打扮之后进入大楼，首要任务是偷到门禁卡，方便进入房间。这俩人一看就不像是打扫卫生的，不过不重要。斯纳特秀了一波，和这位女警跳了个恰恰，顺利偷到门禁卡还有钱包。和姐妹花交接了一下，米克为了引人注意，和陌生人玩起了掰手腕。为了让大伙顺利撤离，火风暴的任务是吸收电流，为大伙顺利脱离做铺垫。但这俩人发生了争执，被电流弹开，他们的行踪暴露，于是在大楼里打了起来。查亚拉因为业务不熟练，导致身体失控，被火风暴强行带回老家。好在吉迪恩抹除了大楼的监控信息，并得到了消息，萨维奇已经叛逃到了另一个国家苏联。程波号刚刚进入苏联领域，就遭到了时空猎人的追击。瑞普解除了全息投影反射，飞船暴露，成功引来了军队的米格21战斗机，借用米格战斗机击落了克罗诺斯的飞船。不过这程波号也是够肉的，从高空坠落竟然只是冒了一下火星子。他们从偷盗的资料当中查到了关于这位女博士沃斯托克的消息。雷猜测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为萨维奇工作，所以打算用科学家的身份接近他。下面重点是大家都不会说当地的话。瑞普从百宝袋里掏出了一盒翻译药丸。大熊不是雷和斯纳特吃下之后来到了歌剧院门口，节目还未开始，雷假装巧遇和妹子一顿尬聊，妹子也对他显然没有兴趣，可是他并没有放弃，追上去又是一顿尬聊。斯纳特前来救场，妹子对他一见钟情，说是要让他送自己回家。沃斯托克穿着斯纳特为他披上的大衣来到了门前，本想请他上去喝杯热茶，顺便探讨一下广播体操，却被婉拒。妹子觉得不舍，想着给你个么么哒吧。走了之后，雷从后面发现，虽然没有聊到关于萨维奇的消息，但是顺走了他在实验室的通行证还有钱包。飞船飞往萨维奇的实验基地，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查出沃斯托克在为萨维奇研究什么东西。老爷子亲自请缨，因为他对实验室无比熟悉。吃了一颗翻译胶囊之后，带着吉丁恩为他伪造的证件来到了实验基地。进入这里之后，发现这里四周好多人都盖着白布。他走到桌前翻阅资料，终于知道了萨维奇的目的，他们研究的正是苏联版火风暴。老爷子由于身体缘故可以免疫核能量，于是来到了热核反应堆门前，他决定搏一搏。其余人打掩护，雷负责在操控室里关闭反应堆，老爷子一步一步地进入了反应堆内。然而这时妹子出现，雷认为他是无辜的，如果他接近反应堆的话会死在那里，但这里又不能没有人，于是斯纳特又展现了一次他的撩妹技能，不过这次貌似并不和谐。妹子告诉他，感谢你之前对我的照顾，但是如果你敢乱动的话，我就一枪打爆你的狗头。他举枪威胁雷重新开启反应堆。斯纳特告诉雷，要是男人你就别听他的。雷说，对不起，我喜欢的是你。这里都是瞎编的啊。反应堆被打开，老爷子前功尽弃，但他仍然固执地想把反应堆拿下来。雷刚开口阻拦，被人一棒子敲晕过去。杰弗逊出现，这次没能出任务，就是因为二人意见不合，导致杰弗逊受伤。老爷子告诉他，上次用你的身体冒险，这次我也想试一试。双手捧住反应堆之后，竟然真的把反应堆取了下来，这使得他变得非常虚弱。妹子发话了，我领导十分想念大家，为了能聚到一起喝茶，希望你们能和我走一趟。斯纳特可能是被雷感动到了，所以并不是很想去。此时米克赶来解围，二人拿着近距离武器和人家拿着枪的斗，果然是打不过呀。米克为了掩护斯纳特逃跑，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斯纳特拿起了装有反应堆的箱子，瑞普下令撤退，这件事儿还需从长计议。米克被绑走之后，还不忘威胁一下他们的领导。随后押运到了当时最牢不可破的古拉格营地。天亮之后，教授以为自己来到了星城实验室，对着黑板上的公式惊叹不已。他夸赞希斯科的聪明大脑，竟然能写出这么完美的公式，不过只写出了制造出火风暴的前半截。然而希斯科毕恭毕敬的风格在斯黛伊面前露出了马脚，对峙过后现出原形，原来是这个蛇精给他下了药。老爷子知道他们要利用到自己，所以一个劲儿的拖延时间。萨维奇看不下去了，告诉他，老子有的是办法让你就范，等着瞧吧。飞船这里，杰弗逊的伤势恢复，大家商量着怎么闯入这座监狱，顺便帮他们兄弟俩拍一部越狱。但是这监狱的看守非常人能进去，他们为了得到通行证，找到了当地土著，也就是在绿箭侠里出现过的黑手党松采沃兄弟会。
大哥告诉他们，你们身上没有纹身，我不喜欢你们，然后想把小弟都叫过来揍他们一顿。可是 Sarah 突然出现在男更衣室里，然后和他们大战了一场，二人单挑，斯纳特边 OB。等 Sarah 把外面的人都解决掉之后，他们还没分出胜负。大哥一看情况不对就把进入监狱的方法告诉了他们。回到飞船之后，筹划着这次越狱，瑞普下令查亚拉和杰弗逊要留在飞船上，因为如果他们二人也落到萨维奇手中，那这个任务也就GG了。出发之前，瑞普给 Sarah 做了个功课，如果救不出斯泰因，未来的星城以及世界会被萨维奇用火风暴统治，导致毁灭。所以这次行动能救出他最好，如果救不了，就杀掉他。刺客联盟出身的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。斯纳特把他们的心思揣摩得一清二楚，行动前提醒了他一句：不要忘记你是个有感情的人类。进入监狱的雷十分友好地向左邻右舍打着招呼，被关进监狱不仅没有让他感到沮丧，还让他食欲大开，一边吃饭还一边和老爷子打听斯泰因的下落。犯人中的大佬看他话有点多，想和他亲切地问候一下，雷告诉他自己可是超人，然后两人就干了起来。沃斯托克威逼六老爷子希望他写下制作核能人后面的公式，老爷子开始打感情牌，大家都是阿美利卡人，你也不想看到我们的家园因为萨维奇被破坏吧。 Do not think of insulting Mr. Savage in front of me. 杰弗逊感觉到了斯泰因的情绪，也可能是突然脸痛了一下让他觉得不舒服，英女给他出主意，你自残就好了。蛇精想用药让他生不如死，调剂的时候斯泰因胳膊上出现了一些文字。蛇精转头问他，你想要多爽？教授说越爽越好。最后还是拗不过这个老头子，请来了这尊大佛。萨维奇使出奇招，把米克和雷吊在他面前，不断使用电刑。斯泰因依旧嘴硬，萨维奇告诉他，如果你还不说，那我就给他们上硬菜。捶米克脑袋的大哥手持羊角锤，想好好伺候他。雷站了出来，大哥问他想干嘛，他说他想做的事情和昨晚对他母亲做的事情简直没法比啊，给他气坏了，对着他一顿捶。斯泰因服软，为了让他们活下去，最终屈打成招。沃斯托克看到斯泰因的定理之后，差点感动的落泪，但总感觉里面少了点什么。教授表示，我已经被你榨干了。他注意到了斯泰因手臂上的文字，因为是全天监控，所以不可能自残。他推断出了斯泰因就是那定理中缺少的一部分，然后问了他一句，你试过和女人合体吗？沃斯托克十分激动，但老教授的表情告诉他自己可能会吃不消。前来营救的二人假装搬运尸体，机缘巧合遇到了被送回监狱的他们。来到角落之后，斯纳特只想救米克，其他人都不想管，二人意见不合，于是分头行动。斯纳特穿着警卫服带走米克，米克被雷之前的所作所为打动，决定带着他一起越狱。基迪恩提示未来的时间线逐渐稳固，必须要抓紧时间。萨瑞一听这还得了，一个手里剑干掉了护卫，但却被火力压制。瑞普束手无策，但基地还有2个替补队员没有上场，他们说服了瑞普，反正不上场肯定失败，还不如孤注一掷。Sarah 负责加强掩护，英女带着杰弗逊来到了基地外围，杀斯泰因的计划取消，改变为营救。杰弗逊趁着探照灯还没有照过来，带伤冲刺到了电闸这里，大楼停电，因此监狱内被电磁锁锁住的犯人们发生暴动，英女趁乱闯入，萨维奇感应到了他的存在，偷偷尾随着来到小黑屋里，从他后面出现之后，还试图挽回这份属于他一个人的爱情，但还是被拒绝。被瑞普持枪威胁之后，他老实了，还把之前抢走的怀表还给了他。萨维奇告诉他，我不会让你死，我要你亲眼目睹世界末日。瑞普心想，我不就是来阻止你的吗？你个傻。斯泰因被送去和那女人合体，萨拉准备扣下扳机，好在人性战胜了他嗜血的心理。沃斯托克强行和斯泰因合体，老爷子又开始逼逼，不过这也是为了他们2个人，没有稳定器，2个人都得死。女版火风暴出现，他貌似很享受这样的状态。杰弗逊看着不行啊，你俩成了，那我算个啥？我得阻止你们。沃斯托克想杀掉他，但被体内的斯泰因阻止。斯泰因一边试着挣脱，杰弗逊一边打着嘴炮，他们成功了。体内没了斯泰因的沃斯托克身体变得非常不稳定，沃斯托克原地爆炸。大伙顺利逃脱，飞船停留在了时空隧道中，一边喝着清宫酒，一边闲聊天。基迪恩推算了一下未来的时间线，未来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，这一次的任务也算圆满。大家正沉浸在舒适当中，飞船遭到袭击，时空猎人出现，虽然甩掉了他，但还是被导弹击中，飞船失控，从时空隧道中掉落出去，迫降之后来到了狼烟四起的星城。瑞普看了下万年历，大伙竟然穿越到了2046年。绿箭侠出现，大伙一看原来是熟人，正准备套近乎，却被他攻击。我是瓜皮儿，明日传奇，我们下期见。